娱乐情报站，每天新鲜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双胞胎姐妹豆豆果果。最近有2部电视剧在同一天开播了，一部是四字弟弟易烊千玺主演的电视剧《长安12时辰》，还有一部就是肖战和王一博主演的双男主电视剧《陈情令》。大家发现没有呀？这些电视剧都是当红的爱豆做主演的，于是这2部剧一经开播就十分火热，也成了微博热搜的常客。鉴于这2部剧是同一天开播，于是内心难免会有究竟先看哪一部呢？真的好难选哦。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2个都要看。那咱们今天不聊别的，就聊聊这些偶像转型演员的艺人演技究竟如何。先来说说肖战，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爱豆，肖战的履历也是十分神奇了。从小学画画，大学一直读的是艺术设计专业，大2就和同学合开工作室，业余还和朋友开了摄影工作室，一毕业就在老师的工作室当设计师。我8岁开始学习画画，手中的画笔给我带来了工作和成就感，但是心中藏着一个放不下的梦想，那就是唱歌。为了这个放不下的梦想去试一试。大学的时候不但是学校合唱团男生部的部长，重庆10佳歌手也不在话下。2015年，肖战通过大学老师推荐参加了《燃烧吧少年》节目。2016年随组合 X9 少年团出道。我哭了，会画画，会设计，会摄影，会唱歌，会跳舞，还会演戏，这样十项全能的爱豆上哪找啊？说回到演技，肖战被大家熟知的一部网剧叫《哦，我的皇帝陛下》。在剧中他饰演的北唐墨染陈王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王爷，很多人说他是难得一见的古装美男，演技嘛不吹不黑，只能说还行，甚至会觉得有点僵硬，胜在眼睛特别灵动，主要是将陈王腹黑温柔的性格结合得好，对待女主时宠溺却甜而不腻。我倒要看看你们谁敢动本王的女人。王爷，你说啥？我说本王定会护你周全。对呀，这不就是小说中男主的经典台词？真是太玛丽苏了。还有就是那通身的气度，此刻我只能想到那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再来说说《陈情令》，无论是原著粉还是演员粉，大家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期待都非常高。其实当初魏无羡的角色被定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于肖战来演魏无羡这件事着实是有些担心，可能是肖战饰演的陈王太过深入人心，总觉得肖战适合演绎一本正经风度翩翩的角色，而演技方面也确实有锤炼和进步的空间。然而《陈情令》播出的第1集后，真香！哎呀，肖战真的把魏无羡演活了，简直是魏无羡本线啦！颜值气质都很契合，演的也十分活泼。第1集藏匿身份，装疯卖傻。不，我就要这个，还不还？不还我可打你了啊！我不还，我就要！不就是面破旗子吗？谁稀罕呀？我画都比他们好。再到后来会撒娇，庆祝一下嘛。你说是不是呀？是啊，我们阿宪最讨人喜欢了。也会淘气，绝对不打他！魏无羡你，你给我站住！但认真起来眼神又十分坚韧。在我这里可没有再而再三呀。演技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速度蹭蹭的提升。第1集有个镜头，肖战扔花生拿嘴接住吃的画面，显微镜网友发现花生根本就没扔进嘴里，无实物表演还嚼了好几下，只要我演技好，你们就看不出来我没吃着，嘿嘿嘿。由于这部剧是玄幻题材，所以很多场面都是无实物表演，这种戏其实最考验演技了。豆豆果果在这里真的想夸一波后期组的实力。其中一个场景就是魏无羡被于夫人抽紫电这段，全程无实物，
全靠现场工作人员喊拍提示，后期再做特效上去。疼！刚压起来，第二下，砰！完整的表情和肢体表演，无实物却深刻传达了被鞭打的痛楚和屈辱。当然了，《陈情令》中小展的哭戏也是可圈可点，因为好的哭戏不是单纯嚎啕大哭，在不同的情景下，每一种哭都有很多种诠释的方法，它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情景之下能够真的打动人心。有一段官方花絮集训的片段，小展刻苦练习台本，情不自禁投入到角色当中的画面也十分打动人啦。肖老师的泪腺啊，就是像一个开关一样，一开就啪，一关就收，特别棒。再加上魏无羡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话痨，台词十分多，要背好台本又要演绎自如，真的十分具有挑战性。大概有2页纸，然后我是拿绿色的笔画我自己的台词嘛，肖战是拿橘黄色的笔，我记得他就是满满的2页纸全是橘黄色，然后我的那个剧本就一句话，哎呀，一个绿点，一个绿点，一个绿点，然后他全是橘黄色，哒哒哒哒哒哒。虽然目前来说，对于演员肖战，现在的他无论是资质还是实力都不算完美，他还有很多值得提升的空间。但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肯吃苦又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有一句话叫不在聚光灯下也能被聚光灯找到，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们再来说说四字弟弟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12时辰》。这部剧可以说是今年目前为止服化道场景制作最精良的一部古装剧了。6月27日可以说没做任何宣传就悄咪咪上线之后，目前豆瓣的8.6分高分也足以证明大家的喜爱。千玺弟弟这部剧也算是第一次担任大主角了。提到易烊千玺的时候，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就是 TFBOYS 组合里那个还没长大的孩子。这部剧的导演曹盾就说自己在看原著小说时，第一时间就觉得李泌这个角色就是易烊千玺，因为李泌是个天才，7岁成名，易烊千玺也是少年成名，他经历的童年、青春跟成长肯定跟同龄人不一样，这种经历是别人比不了的。不吹不黑，千玺在这部剧中表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对比刚出道那回客串的万万没想到，这演技可能就是读课文的水平。小孩，1+1等于几知道吗？康托尔伯恩斯坦施罗德定理你知道吗？法布里波罗多光速干涉你懂吗？单粒子薛定谔方程的数学表达形式你会写吗？他在说什么？完全没听过呀！连最简单的2阶线性偏微分方程都不会，还有脸在专属学霸的自习室看书？可恶，他竟然提前学大学课程！18年6月，《长安12时辰》杀青之前，当时17岁的易烊千玺还没有高考，也没有进入中戏，身上的标签大概只有流量爱豆这样的字眼，没有科班背景，也没有优秀的演艺作品，让很多人觉得他不能胜任李泌这样的角色。有人说李泌和易烊千玺两者间存在很多的共同点，很多台词就像他自己说话的语气一样，沉稳的少年郎带着自己可爱的倔强。易烊千玺饰演的李泌和雷佳音饰演的张小静飙戏的名场面真的看起来太舒畅了。李泌告诉张小静想做主宰万民命运的宰相，虽不能免张小静死罪，但可让他再当一日不良帅。我比他强，他好也华丽，我却务实。天赋无，地在无，天地生无有亦无，不然绝力生天曲，不然民可由地度，焉能不贵妇不娶？空纣王藏一丈夫，这才是我的史。这段台词稍稍不慎就会成为大型中二现场，但易烊千玺做到了，入戏很深，感染力也很强。这边易烊千玺掏心掏肺说了一大堆古文，那边雷佳音明明内心被打动，却偏偏气死人不罢休，回了句听不懂。听不懂，我要做宰相。这边大吼，上天生我在这钟鼎之下，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志扶佑大唐百姓。我若想将来取而代之，执掌上权，
这一生便是一个错处都不能有。静安寺今日之事，必得办成。那边不屑，你升官，我不敢。节奏拿捏非常完美。后来李泌的试探得到了满意回应。我要的话你还没给我，等我出了曹伯言，找你算。少年的眉头从紧皱到舒展开来。同9年如何休呀？由于这部剧台词是全程文言文形式呈现，所以千玺的片长那也是不放过1分1秒在研究台词。有一次发高烧到39度6，就这样他也没有请假，而是继续拍摄，自己的戏份拍完了就蹲在一边。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千玺发烧了，然而等自己的戏来了，还是站起来继续拍戏。拍戏的同时还在备战高考。17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抱怨，就像导演曹盾说的，巧夺天工永远打不过浑然天成。有时候推翻流量的标签就在于此。相信易烊千玺也会有更大的提升，继续努力吧。好了，本期的娱乐情报站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视频，就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加订阅哟。娱乐情报站，下一期再见啦，拜拜。